现在我面前的就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这边有4位烈士的墓，中华民国26年重修的。现在我正对就是叶剑英元帅的一个塑像，上面有写1897年出生，1986年去世。这边呢是广州人，尤其住在附近的人啊，他们从小到大都喜欢到这边来逛逛，到这边来休闲一下，这么一个地方。哦，这边还有一只咪咪，嘿嘿，跟我说话呢。可以摸一些你吗？可以啊。哦，真乖。好了，拜拜，拜拜。大家好，现在呢，我搭乘地铁来到了一个叫烈士陵园的站。今天正好乘得到市区里面的这个广州最老的一条地铁线1号线，途经中山三路这边有一个站叫烈士陵园，想着这边好久没来了，就打算出站去走一圈。现在呢，我就走出烈士陵园D出口啊，这边是中山三路，路边来看一看啊。对面呢就是广州在中山三路上建的最早的一个商业中心。现在我面前的就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我身后的中山路呢是一条东西走向横跨广州老城区的马路，从中山一路经过我现在所处的中山三路，前面呢就会到达以前的老城，以前老城的大东门，一路过去呢，去到以前广州古城的中心区，包括老的一条中轴线北京路，然后一直去到以前的南海，但是现在已经是属于广州西关地区中山7路、中山8路那边也是我经常到那边闲逛的地方。现在我走进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虽然天是阴的但是这边已经雨停了好久了，地都干了。但是我刚刚坐车从番禺出来呢，那边还在下雨广州的烈士陵园呢，它并没有让人感觉是一个墓地而是一个园林。周围的老百姓经常到这边来散步休息，这边也有很多以前先烈的墓。这边有4位烈士的墓，中华民国26年重修的。
这个墓园呢，最早都是为了纪念一些反对满清，尤其是清末，就是那些同盟会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清政府、推翻清廷武秀政权的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当中牺牲的烈士就是为了纪念这些烈士。后来当然有了解放战争那同样为了新中国牺牲的烈士，他们的墓地呢也在这边。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人物出生于广东梅州的元帅叶剑英。现在我站对就是叶剑英元帅的一个塑像，上面有写1897年出生，1986年去世。这边还有一个字碑，刻着他的生平。你看这个烈士陵园里面有很多的大树，这些树都是有相当年头了。看我眼前的这些老榕树，看看那些姿态，注意看很有历史感。外面马路上的地都已经干了，但这边呢，这些树林丛中刚刚还是有很多湿漉漉的感觉而这个烈士陵园最大的这个纪念碑呢，就是广州起义烈士永垂不朽这么一个握着枪的纪念碑。全世界的国家应该都是一样的，抛开那些政治不谈，但是为了自己国家，为了文明进步，为了自己的民族事业做出贡献的人呢，都是值得纪念的。像我自己也去过华盛顿，去过美国的阿灵顿公墓就当时被震撼到了，因为那边所有为了美国牺牲的这些战士人物各种人物，他们的墓碑都是一样的，全部都是白色的，一种结构一种规格的墓园。但美国也有纪念他们伟大的先贤的纪念碑，比方说林肯纪念碑所以并不是说一概的平等，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贡献不一样做出牺牲有大小，推动这个国家发展变革的功勋也各有不同，所以受到一些区别对待呢也是合理的。这里有很多级台阶，走上一个山岗那边有一个土包，应该是最早的广州起义
当时应该叫广州公社烈士之墓，是朱德题的词。从推翻清朝做出牺牲的同盟会的仁人志士，都为了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们，在这个墓园里面呢，都得到了很好的安置。这边有一个广州起义纪念碑，这里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兵联合举行的武装起义是在1927年12月11日发生的。推翻满清已经100多年了，中国人从梳着长辫子，受着清廷奴役，到现在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100多年来，就是靠这些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做出的牺牲。我们中国人好像对于生死看得相对比较重，尤其是居住的地方，如果说有墓园的话，大家都会尽可能远离。因为这里大门从出现大门。你要去哪个大门？它有好几个大门。你要去到陵园西路就是直走，但是你要去到中山路的话呢，只要往那方向走。往前走就可以的了。对。而我们在欧美的很多国家走访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他们对于先人的墓园没有像我们中国人躲之唯恐不及的心态。他们有时候住的门前就是一大片的墓园，就没有我们中国人那种忌讳。这可能是跟他们信教跟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人尤其对去世不远的那些人们呢，就有比较多的忌讳。但对于那些已经去世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先人呢，大家就把它供奉在祠堂里。那你去看农村他们这个祠堂就是供奉他们先人的，而他们就住在这个祠堂的后面或者旁边，更不要说去到一些古迹都成了大家趋之若鹜都想到那边去打卡的景点所以中国人对于生死，对于故人其实也是分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峙的。这边还有一个中苏人民血议亭，中朝人民血议亭。这个烈士陵园里面呢，还有一片湖区就以前小朋友都可以在这边划船我还听我太太讲起她小时候的趣事，一不小心还差点掉到河里所以这边呢是广州人，尤其住在附近的人他们从小到大都喜欢到这边来逛逛，到这边来休闲一下，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亭子叫雪季轩辕亭，又称湖心亭，是1957年为纪念广州起灵团之一的周文雍陈铁军烈士而建的。这个应该是中朝友谊亭吧，中朝人民学艺亭。这是叶剑英题的词啊。在中朝学艺亭正对的呢，还有一个中苏人民学艺亭啊。这是一位叫陈玉的人60年题的词。我之前来到这个烈士陵里面呢，到处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猫猫。这边是一只，前面还有一只，猫猫都很乖的，喵。很矜持的，跟你打招呼也不理吗？猫猫。可以撸的。这边还有一只猫猫，喵喵。都好乖，都好乖哦，乖乖乖。拜拜。公园里面有些小动物啊，剩下一些生气。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纪念奖章、勋章。这里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小湖的全貌。这边是一个大家休闲的区域，很多人也在这边打牌、健身。
这个公园还是相当大的啊，我已经走了半个多小时了，其实还没有完全逛完。啊，这边种了很多松柏。天色又暗了啊，这种阴沉天气跟这种墓园的氛围还是比较一致的。今天我已经走了一遍广州烈士陵园，看到这边有纪念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会员为了推翻满清牺牲的烈士，更多的就是共产党啊，为了建设新的国家牺牲了很多烈士，我们再来回望一下。但到了这边呢，我就见到有更多的可爱的猫咪躺在地上的，懒洋洋的。Hello， 喵喵，它是你的不一样，它已经习惯人的抚摸了。这边还有一只喵喵，你看各种各样的品种。哦，这边还有一只咪咪，嘿嘿，跟我说话呢。可以摸一些你吗？可以啊。哦，真乖。好了，拜拜，拜拜。现在呢，我正走出烈士陵园的西门啊，门口这条路呢就叫陵园西路。今天我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面啊，幸好也没有淋到雨，反而去了一趟烈士陵园里面逛了一圈，就像逛公园一样的。但更主要的呢，就是为了走走路，因为今天没有办法出去骑车。反而呢，通过这样的漫步，也能够达到健身的目的。那同时呢，也能够在这样的公园里面安静一下自己的心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好了，那我们就在这边结束今天的闲逛啊，谢谢大家的跟随，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下日出门再见了。拜拜。